近期，我国的052D驱逐舰迎来了多个国际订单，就连一向和我国不对付的美国记者都上舰参观了这艘军舰，表示了赞叹。但美国的海军部长却认为，这是中国使用奴隶在造军舰才做到这么强。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期052D驱逐舰在国际上可谓是明星武器。先是阿尔及利亚传出消息，说有意向要买6艘，后来又传出消息说是沙特可能要购买12艘，这2份订单加起来就要18艘了。而052D作为一款7500吨排水量的驱逐舰，价格可不像战机那么便宜，即使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其价格外销出口预计也达到了10亿美元一艘。如果这18艘全部成交的话，那这个价格就达到了180亿美元，远超美军一艘福特号航母的造价了。既然052D一经推出就有这么多潜在客户，那么肯定在一些方面有着过人之处，不然的话根本吸引不到这么多的关注。特别是这还是052D的首次出口，第一次在阿联酋举办的阿布扎比房展上对社会公众开放这艘军舰。在这次的房展中，不仅中东土豪们上舰参观了一番052D的战力，就连一向喜欢抹黑我国的美国记者也上舰体验了，并且还罕见的没有给出差评，而是一反常态的进行了表扬，认为这艘军舰看上去就和全新出厂的新舰一样，一点都不像一艘已经服役多年、多次出海执行任务的主力战舰。而这名叫做泽维尔·瓦瓦瑟的美国军事记者对南宁舰的表扬可不是口头上那么简单。这人是一名专业的记者，曾多次登上过美国各类型主力舰艇，就连尼米兹航母和福特级航母也都上去过。所以说在这方面的专业性上，全球都找不出几个比他更专业的军事记者了。因此在本次的上舰体验过程中，这名美国记者在我军讲解员的陪同下，专门参观了主炮、垂发系统、直升机甲板、舰载机。也正是将052D大区参观完之后，被刷新了认知的这位美国记者才会挺意外地得出中国军舰很优秀的结论。不过这美国记者是一顿夸，但美军高层就不乐意了。美国海军可是称霸全球的存在，怎么可能让人给比了下去了？当初美军邀请泽维尔·瓦瓦瑟到美军的各大军舰上参观的时候，泽维尔·瓦瓦瑟就去参观了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就是这次的参观，让泽维尔·瓦瓦瑟差点破口骂娘，因为美军邀请了他进行航母上的灰狗舰载机着舰体验，结果连续着舰4次才成功，而每次着舰失败的结果都有可能和坠落在南海的 F-35一样，直接摔到海里喂鱼。这名美国记者连续进行了4次生死体验，能开心得起来吗？因此在体验完福特号之后，这名记者就给出了差评，让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故障。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在看到中国海军风头强劲，外销出口战舰都潜在卖家众多后，不免感到眼红，直接在一次的新晋演讲中说，中国都是在用奴隶造船，对美国形成了不对称优势，所以才能在造船业方面超越美国。现在的美国海军虽然在明面上还是世界第一的存在，但这个第一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在数量方面已经被中国超越不说，性能上也停滞不前。像航母，美国现在只有一个纽伯特纽斯造船厂能够建造航母，而中国却有大连和江南2个造船厂能够建造航母。至于维修航母，美国这11艘超级核动力航母已经成了一个负担，美国现在只有1个船坞能维修航母，这导致美军航母每次维修都需要排队入坞。长此以往下去，令美军航母的实际可用数量连1半都不到。此消彼长之下，再加上被自己人背刺，这名美国海军部长自然是得急眼。不过这名海军部长说的中国使用奴隶造船这句话，毫无疑问就是胡扯。建造现代化军舰可不像过去那样扛着几块钢板焊上就行了，每一块材料的性能、安装的位置都有大量的考究。因此
造船工人的待遇一向是最高的，是真正懂技术、会工法的造船业人才。我国造船速度能够这么快，自然是因为有着大量的造船业人才。我国的造舰能力飞速提升的同时，性能也在提升。同时，批量建造的军舰让成本也不断下降。相反，美国由于造船业的落寞，造船业人才大量流失，想要重新培养一批造船人才，又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所以，美国现在的造船业技术工人极为稀缺。就这么点人，平时对那些年久失修的美国军舰维护就已经挺难的了，哪还有那么多人去造军舰呢？因此，美国就这么几个人造船，不但花费的时间多，付出的成本也大幅上升，并且很多技术还是这帮工人搞不懂的。就像朱姆沃尔特驱逐舰，采用了大量美军当前顶尖的技术，导致这帮技术工人两眼一摸黑，军舰造好后出现了大量问题，成本高到让美国国会看了直摇头，现如今已经停产。在我国这大量的造船业人才努力以及庞大的民用造船市场占有率加持之下，未来我国制造的军舰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同时性能还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造船业在他们的变性人海军上将的努力下会变成什么样，这个就不好说了。